轩，我们看到这几天泰柬冲突，想说应该要收收兵了吧，打得很凶残了。你说没有？泰国现在真的是杀红眼中的杀红眼，又在疯狂的狂轰柬埔寨了。对照本来没有错哦，你本来以为说哇，他只是为了这个柬埔寨的诈骗园区哦，甚至是呢，我们讲的柬埔寨的这些政府呢，美国要给他一点教训看看。结果你现在搞了老半天，你以为哇？泰国这根本像灭国行动，为什么？你现在看到大批的哦，这是泰国的军人，而他们呢布在的步行的土地呢，却不是泰国的领土，是哪里？是柬埔寨，而且不是泰柬边境，它是往柬埔寨的内陆长驱直入。各位啊，都已经深入了。我们讲一般来讲空战部队哦，以及呢我们讲远程打击部队哦，甚至是我们讲的海上部队，这些打击呢都只是摧毁它的基础建设。当你派到路面部队呢，以及要进入到它领土的时候，代表说他要开始实质上的占领，甚至是颠覆掉这个政权。为什么？各位，当你一边看这画面，我一边跟你讲这个地图，你仔细看哦，这是所谓的泰柬边境。在之前我们一直在讲到的波贝是什么呢？就是在边境冲突的地方，以及呢巴达雅也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提到的地方。但他们现在觉得可怕的是什么呢？包括暹粒跟包括马德旺，你会发现泰国的军人逐渐的开始在包围一个地方，往内陆直驱。这是谁？金边。那如果打到金边，当然我知道这是诈骗集团的大本营。但这不是他们的首都吗？你是不是开玩笑？你在开仗一路从边境要往首都前进的，搞一个兵临城下？对啊，疯了吗？而且你看哦，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巴达雅，对不对？来，就是这个画面，这是什么？这是泰国的 F-16，它就对于这个边境的巴达雅村庄呢，开始在大规模进行轰炸。而轰炸如同我们昨天讲到，比如说有一些 GBU-12这种我们讲的高达200公斤、300公斤，直接那种大规模破坏性的炸弹直接不断的投递。而且泰国直接跟你讲，我就是要把这个领土给收回来，我就是要把这个领土给收复回来。而且炸完之后怎么着？来，各位你猜，直接把坦克车给开进去。这开进去之后，他是把车开到这个平静的村庄来看，这就是他的装甲车、坦克车。结果没想到上面是不是有军人？对，你知道那军人干嘛吗？对着这些村庄，这些不是军事单位哦，开枪扫射，就一间就哒，直接扫射。我们讲就大清洗。你今天还敢留在这边的人，你今天还存活在这边的人，我就把你全部的人都从这个村庄剿灭，因为他们要的不是人，要的不是房子，要的是土地，我要拿回来。而且他还派出什么呢？韩国的战机精英，这原本应该是高效机结果他同样呢拿着这高效机，因为他可以投所谓的 NK80系列的这种炸弹，开始对旅游景点森宝山也在马德旺，也是我们讲的越来越靠近金边的地方，大规模的进行轰炸。各位，我们讲这件事情才讲到1个月，都已经打到这里了。那我就问，再2个礼拜、3个礼拜还得了？真的要杀到金边了？对，而且你看包括我们最近韩国自来造机轰炸，对不对？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暹粒是3个省份，也就是靠近金边外围的是3个省份。你看这个地方多么美轮美奂，这是一个算是比较好的都市、比较好的社区至少有一些我们讲的房子比较高楼大厦。结果他一来要炸，全部人都跑了。对，照炸，然后吓到学生呢，我们讲吓坏了。等于说他们觉得说战争离我还很遥远，就没想到的近在眼前，就这样的往里面这样打过去，甚至是泰国军袭击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哪里呢？是金边的这个棉子区的一栋建筑物，所以各位金边出现了。但是呢，为什么打得让人觉得情有可原？他把这个监视器画面只公布出来，来，各位你仔细看那个监视器画面是下面有2个字：2号楼外围9，3号楼外围5，代表什么概念？代表不管是这个诈骗园区，又或者是金边的这个建筑物，都是由中国所经营的。对，所以中国已经完全渗透，包括它的产业，包括它的诈骗，全部都进入到了这里面嘛。甚至是你知道吗？最近我终于搞懂柬埔寨要玩什么手法了。你知道，各位，这出现很怪的状况，有一个中国公民，他在柬埔寨呢附近被打伤了，不是？来，我再讲一遍，就1个而已。就一个中国的公民，然后这个公民是干嘛呢？中资矿物公司的公民，结果引起谁？中国外交部林健也是很常对台湾呛笑的林健竟然说我们一定要保护中国公民以及企业安全。所以后来人家了解说，搞懂现在柬埔寨的策略是什么？对，中国是不是一堆人在柬埔寨的人，对，把他当肉票？绑架你们嘛！所以洪森政府现在知道说我要完蛋了嘛，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就是说，唇寒齿亡。如果今天呢，你要我洪森家族去死，我拖你整个柬埔寨中国人去死。所以中国人当然搞懂柬埔寨的意思嘛。他现在还管你什么诈骗？我要把你整个拖下去。那柬埔寨这边，我得要自己要硬起来啊！我要打自己小孩啊，周瑜打黄盖啊！来，开始说我们要拆除诈骗园区，真的炸了。把 KK 园区里面那这个建筑物炸得我们讲七零八落，
但是被人家美国用这个 CRI 我们讲的复原力资源中心卫星一照，哇，闹鬼！你知道那闹鬼吗？这是本来的 KK 园区，这是本来的缅甸的这个我们讲的 KK 园区嘛，对不对？来，你看这边赵和，他们就只炸这边。呀，所以旁边都好好的。哎，对，你这作秀了，被拆穿了。不讲我还以为 KK 影城，哇，我叫你 KK 影帝啊！你中间这边炸，就是你一边炸一边拍照，然后就旁边的人呢继续打电话，继续营运，继续骗。所以呢，你这个东西人家说恐怕一下子就可以修复起来了嘛。而且呢，不只是这样他们很多在 KK 园区的地方早就已经开始在转移阵地了。来，我现在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对，这个就是所谓的缅甸区政府，这个叫江塔。这是他所谓的势力范围，整个绿色都是他势力范围。但你有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充斥着五颜六色，有紫色，有红色，有桃红色，有黄色？为什么呢？里面至少有50个军阀，50个军阀，对，这是什么战国时代啊？对，那50个军阀里面是不是各自底下他所管辖的区域里面又有各自的诈骗园区？诈骗园区跟诈骗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可能会导致一夕之间他们之间产生连锁性效应的崩溃。明佑哥，你这一次真的是，我坦白讲，太危险，你也太敢了，甚至你是以身犯险。今天全国人都在看你在 PO 什么，你竟然真的到了缅甸。然后结果妙瓦底，结果还有什么？你到了这个顺达园区去，别忘了当初顺达园区前一阵子啪死了一大堆人，对，死了非常非常多人我们当时还截了这一张图出来，你现在看到一个人就死在这个楼梯的门外面，结果你今天 PO 了这一张出来，你竟然回到了这个现场去，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就是其实不能说是巧合啦，但是其实我们一直也想了很久，就是说台湾受电诈影响这么久，其实真的对整个社会都搞得纷纷扰扰啦。然后银行的行员啦、基层的警察，整天在那边劝人家不要汇款，然后被劝的人也觉得很烦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自己要做很多努力没有错，可是我们远在世界的彼端，其实没有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的话，我觉得那个效果不会好。所以我就透过一些朋友，就说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到现场去看看，那或者说我们在那边有一些比较友好的，也想打击电诈的朋友，来合作看看。那就真的我朋友就是找到这个 KNU 的一个将领然后他其实比较保守，他也是一个教徒在这个过圣诞节的所以他对于这种犯罪的行为，他自己也不支持毒品，也不支持诈骗，他们就做着传统农业啦、矿产的这种生意，再继续作战。那非常高兴，就是说他们因为就是他，对，就是这个波丘黑中将，对，那他愿意见我们，然后我们来讨论，就是说，是不是他愿意来跟我们合作讨论这种所谓的打诈的可能性？就他见了我们之后，其实我就问他说有没有可能让我去？他说他要安排一下，因为其实那个园区虽然是 KNU 打下来的一个园区，可是实际上它是在另外一个军阀的控制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要打通很多的关节，然后他还要派特定的这些士兵来护航我们去进到这个园区里面去拍照。你还到了这个所谓的顺达这边去，对不对？对。结果你把门都开来，就原来诈骗园区是长这样子。结果我们去看了一下，这里面也太精彩了吧！就是在整个荒山野岭里面，你很难想象，就是说。会有这么先进的一个园区，对，它的建筑物其实就是高强度的这种水泥建物，对，然后隔间啦、冷气啦，然后里面我觉得最震撼的是最大的一个办公室里面有200多台电脑，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办公室，都还没有搬走的。他没有搬走，因为其实就是按照之前看到影片，他们其实是被突击的情况之下，然后人就都逃跑了。那后面其实就是KNU 这些军队的人进去把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收缴之后，就维持这个状况。所以其实，在那之后11月25号被突击之后，事实上是没有其他任何外界的人进去。我们可以说是第一个进到这个园区里面去，再做一个了解的一群人。对。而且我刚刚看到什么？里面还有个锣。他们说，锣还干嘛？拜关公，甚至还有标语，每个办公室都有标配，对，绝对是标，而且不一定是锣。我还看到一个非常夸张，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就是很大的鼓。你说鼓对，它就是架在就我们传统那种太鼓的鼓，对，然后它就是只要譬如说贺成交这个骗到了汇多少钱进来，他们就开始在那边敲锣打鼓，真的就是这个功能，太夸张了吧？而且每个办公室都有，然后越大的办公室那个锣越大，就是这个鼓，就这个鼓，太大了吧？对。所以其实我们保留下来就是说，其实他在现场，那包含每一个办公室也都有这个五财神，就是关公。对。不过播出来之后，很多网友蛮不屑，就是说关公不会庇佑这种诈骗的行为。而且这个诈骗真的太嚣张了，你还拍了这种在白板上面，他们有分超越组、攀峰组，还有什么梦之队。他们还有这样去比拼，然后大家在那边尬的，这是什么环境啊？这其实非常可怕其实不是这个分组，其实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它其实是负责，譬如说像电视台，你可能有负责新闻的，有负责影剧的，有负责什么广告的，他们其实一样，在整栋楼里面分了不同办公室。事实上是，譬如说我的人负责杀猪盘，负责虚拟货币的，虚拟感情诈骗的，对，司法诈骗的，他们其实都在不同办公室办公，所以他们可以交流，精进自己彼此的这个记忆，对，然后在笔记本里面也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不同的办公室笔记本里面写的东西也不一样。对，所以像骗感情的这个诈骗。感情诈骗的，他就写说，哎，我这人设是什么？然后我今天骗的这个人，那他大概几岁哈？他大概几岁？有几个小孩子什么的，分析得非常清楚。他们还去交流说，哎，我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比较好骗？对，那是不是讲一个什么样小故事，让他可以更开心、更相信我们？所以其实，在里面你看得出来分工非常细腻。我只能说，这群人是用尽他的生命的力量在骗我们了。对，所以我觉得被骗的人不要觉得说他们很可怜，因为其实说实在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就是魔高一丈，就是最坏的人做的最坏的事情，用高科技、用集中的这种方式，然后用拼搏生命的方式在诈骗台湾人。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想说这是诈骗机房、诈骗园区吗？没有，这厉害了，这些都是诈骗最高层才能够住的，也难怪像你刚刚讲，这些反叛军就直接把他这边直接占领下来了。其实反抗军占领下来之后，他们还没有直接去禁用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它的环境非常的糟糕哈，就它在一个荒山野的地方，它的基础建设其实很不好，对，所以当它的电水只要一旦中断之后，它里面卫生环境就一下子变得非常差。我们在里面拍摄的时候，其实坦白讲非常痛苦，因为大家透过荧幕看不到，但其实非常非常的臭。你真的很痛苦，这看起来是什么？这 villa 对，就是大家进到 villa 之后，这个 villa 里面还是非常的臭，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厨房，那个厨房大到可能跟我们摄影棚的一半差不多大。那里面堆满了食材，厨房这么大一个，厨房可能有一半摄影棚的大小。哇塞！但是因为人都逃跑了，所以它里面的食材断水断电之后，整个发臭。所以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能很快的去走过一遍，没办法在里面待太久的时间。对。那里面就是干部在居住的这个 villa， 那它就在距离刚刚我们看到的那种所谓的电诈办公室，其实大概也就几百公尺的地方，但是它中间就有一道很大的围墙跟这个卫哨去隔离出来。所以大部分电诈的这些人员是没办法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villa 里面去看的。所以你才说这个真的是没有非常远。结果顺达园区都是有铁栅栏护住，对，你连逃都没有办法逃。然后呢，还有什么？你还拍到这个东西，这个其实他特地带我们去看的。对，它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在办公室里面就已经有禁闭室。就是说你在办公室里面，譬如说你可能违反了相关规定，其实我们有拍到一个部分，就是每一个办公室都会把它的规定贴在门口，对，然后打卡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你就可能就会知道说，我今天譬如说我的绩效不好啦，我不够积极啦，什么等等之类的，你就有什么样的处罚。对，那其中一个就是关在办公室里面禁闭室里面，那另外。比较严重的就是说，假设你在这个园区，因为办公室有办公室里的规矩，但是园区有园区的规矩。对，如果你违反园区的规矩的时候，就会到右手边这一间，我觉得是比较可怕。它其实上面有一个铁杆，它其实是一个水牢。这是水牢？它其实是一个水牢，所以我们他们的说法是一个水牢。所以照这样看起来，这边关其实都还好，就是进到水牢那个是一个酷刑，基本上就是要把它弄死的感觉。所以它上面有这种生锈的铁杆器，就是要把人的手绑在上面，然后里面就留一个厕所器，就是让它去清除它的这个排泄。但是我跟你讲，环境非常的恶劣，非常的臭，绝对我们站在门口就已经觉得不想走进去了。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最糟糕，就是整个园区最糟糕的一个角落。慧珍姐，我们刚刚听完之后毛骨悚然，有禁闭室，还有水牢房。结果你说缅甸这地方，你以前也有去过，就现在完全都变了一个样了。我其实蛮难过一件事情，是因为就议员提到这个妙瓦底这个地方，事实上离我以前非常喜欢去一个地方叫毛淡棉非常近哦，看起来其实是不远的。但毛淡棉那时候我去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乔治·欧威尔曾经在那一边当警察，就是英国写的《1984》那一本书的作家，他曾经在那一边当过警察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很喜欢那个乔治·威尔，所以我那时候特别去。你知道那个真的去的时候，你看到的真的就是田园的风景。对。然后呢，因为我是很明显就外国人嘛，每个人就会对你非常友善，所以我刚刚有特别问到议员说，你去到那边看的景象是什么？他说那一边就很可怕，就全部都矮房子，而且其实就是水泥屋，然后甚至有那一种就塑胶的那种这样子把它隔离出来，然后住在那边人感觉起来都是在帮这一个所谓的诈骗园区里面工作的。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诈骗园区真的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就是应该人心极恶的地方。第一个事情是他们在从事诈骗，他把这个
破坏多少寻常百姓一辈子的积蓄，搞到把人家钱骗了，家破人亡。第二个，你看他们自己的人，他把一大堆从世界各国骗来的人，然后推入火坑之后，然后就是你如果不听从我，我就鞭打你，然后弄死你，就杀了你。然后我如果被骗进去，我唯一可以活着离开这个地方的方法是什么？我就只好去诈骗别人，然后去想方设法把别的家庭弄得家庭破碎，然后来让我自己可能可以活命。而第三件事情，原本是我印象当中非常好的、非常的善良淳朴的地方，就是现在被搞得民不聊生。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些诈骗园区会在这个缅甸这个地方如此从在2017、18年之后越来越横行吗？其实最重要一件时间点，不要忘记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那时候缅甸这个军政府叛变，把翁山苏姬政府整个推翻掉之后，事实上他们那时候在整个缅甸就进行很多的就终止了他们很多原本的旅游活动什么活动，所以经济非常非常萧条。所以我今天特别问到议员，为什么议员这一次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场合？就议员讲到一个重点，因为这个是所谓的叛军他们所可以攻下的地方，叛军也知道。这个诈骗园区跟军政府两方的利益其实交的，而且这个反叛军是最讨厌诈骗的人。是，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些力量跟这个反叛军合作的话，真的一口气把这个所有的诈骗集团根底都摧毁掉。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